一触即发的紧张。钱主任制定了一个政策，外松内紧。所谓外松，一方面要保证学校正常的运转，另一方面也是给极个别的同学一个麻痹，一个松懈，好引蛇出洞。所谓内紧，就是大家的眼睛要睁大一点，那根弦不能松。不过从实际的情况来看，外面还是松不下来，每一个人还是很紧张。就说王玉央跑完3000米之后，他究竟做了什么？这就不容易说得清，说不清就暗含了危险性。他为什么要一个人回宿舍呢？玉央犹豫了2天，到底还是找到了心理学老师黄翠云，是一位女教师，担任着学生处的副主任。玉央决定这样做还是很有头脑的，再拖下去身上干净了，那就不好说了。玉央老老实实的把情况告诉了黄老师，他之所以回到了宿舍，主要是身体有了特殊情况。黄老师听完了王玉央的陈述，把玉央带进了女厕所，让玉央解下裤子，把东西翻出来看了，情况属实，这个是做不了假的。黄老师40多岁了，曾经被错打成右派，平反之后才从县城调进了师范学校。黄老师可不像钱主任，很温和爱笑，像一个母亲，甚至像一个大姐。虽然也是主任，可是黄老师不允许任何一个同学喊他主任，只能喊老师。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心中有相当高的威信。黄老师检查完了，笑了笑，说：“这能说明什么呢，王玉央同学？”玉央想，是的，这能说明什么呢？身上有特殊情况，只能证明王玉央一个人回到宿舍了，只能反过来证明王玉央的确在案发的现场，并不能证明其他。王玉央的鼻尖上全是汗，傻乎乎的站了好大一会儿，很莽撞地说：“不是我偷的。”黄老师轻声说：“在没有查出来之前，谁都是可能的，包括我也是可能的。你说是不是呢？”这一来，王玉央不好再说什么了，人家黄老师都把自己放进去了，玉央再狡辩，显然就有态度上的问题了。排查的范围一会儿缩小，一会儿放大，但是没有结果，案情难以突破。一眨眼已经拖到第4天了。在这4天里头，823班的同学对铁的纪律、铁的校风有了极为切肤的认识，准确地说，对铁这个金属有了极为切肤的认识。铁是没有表情的，不言不语，不声不响，但是铁很重很硬，有一种霸蛮的力量。同学们对铁产生了一种极度的恐惧，因为铁的静止永远都是暂时的，它一旦行动起来，没有人知道后事如何。同学们发现，任何东西发展到一定的火候，它都有可能变成铁。比方说事件，比方说时间，比方说心情，它们现在都是铁，很重很硬，横在823班每一个同学的面前，横在823班每一个同学的心里。823班死气沉沉，每个人都轻手轻脚的，生怕哪儿碰到了铁，当的一声，或者说什么声音都没有，铁已经把你的皮肉带走一大块。比较下来，王玉央承受的压力则要大得多。这种力量并不只是来自校方，在很大的程度上，它来自于同学们的中间，甚至它来自于王玉央自己。王玉央说不清楚了，玉央嘴笨，说不清就不说，但是抬不起头来。玉央可以麻痹自己，其他班级的同学可是麻痹不了的，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关键是他们的想象力同样是雪亮的。
同学们当中已经流传开了，王玉央和钱主任已经进入了僵持性的阶段，双方都在攻心，就看谁挺得住。不是西风压倒东风，就是东风压倒西风，静止肯定是暂时的。同学们知道，暴风雨会来，一定会来。暴风雨来了，相当的突然，一点都没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架势，相反很平静。当然，这种平静是学校里领导的那一方，同学的这一头却从来也没有消停过。所谓风雨静而树不止。星期六的上午，北京时间9点整，钱主任、黄老师、823班班主任3个人呈品字形一起走向了823班。同学们早就到齐了，钱主任满面春风，是那种如释重负的样子，难得一见的轻松。黄主任却反过来了，惆怅得很，一点都不像平常那样亲切，反而心头压力重千斤。同学们望着钱主任的脸，知道破案了，事情终于有了结果了。但是因为具体的名字还没有说出来，反而更叫人揪心。教室里的气氛严峻异常，王玉央咽了一口，所有的人都咽了一口。同学们的紧张是有道理的，天上飞来了一只铁疙瘩，在它落地之前，谁会知道这只铁疙瘩会砸到哪个人的脑袋呢？班主任进门了，站在黑板的左侧。黄老师进门了，站在了黑板的右侧。钱主任最后进来了，直接走上了讲台。同学们屏住呼吸，以为钱主任会立即宣布什么的。钱主任却没有那么做，而是避实就虚，鼓掌了。同学们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，但是既然领导都鼓掌了，被领导的当然要跟着鼓掌。掌声很寥落，稀稀拉拉。钱主任在耐心的等待，等教室里全部平息下来了。钱主任高声说，他首先代表校支部、校行政，代表823班的全体同学，不包括个别人，感谢我们的公安战士。钱主任说，公安战士其实每天夜里都在学校里工作，现在真相大白了。钱主任伸出他的胳膊、他的手、他的食指，绕了一圈，指着下面说，偷钱的人就在这间教室里头，就在他的眼皮子底下。这位同学的眼睛现在正看着我。教室里的空气在一点点的往里收，都有些烫了。钱主任还想再说些什么，黄老师却病歪歪地走上了讲台，他拦住了钱主任。黄老师请求钱主任让他说2句。黄主任很疲惫，很沉痛，好像刚刚哭过，好像刚刚从病床上支撑着站了起来。黄老师说，同学们，我是一位母亲，我想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和同学们谈几句。